眼前这个盒子里装着一些卡片和几份不同的角色剧本，将它们分发给5个游戏参与者，便能撑起一场总价640元、时长高达5小时的剧本杀游戏。2019年全年，中国剧本杀市场总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0亿元。不同于往期小王给大家介绍的赚钱路子，高速发展的剧本杀带来的机会不只限于店面投资，还有剧本发行、剧本电商，甚至还包括剧本杀主持人、剧本编辑等等就业机会。这期咱们换个问法，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剧本杀赚到钱的小伙伴弹幕扣个1，觉得自己赚不到钱的弹幕扣个2。本期赚钱路子探测器，小王邀请知名吃瓜区 UP 主预言家爱丽丝以及3位关注小王的小伙伴一起探访北京一家运营思路非常清晰的剧本杀桌游店，和大家一起品品剧本杀这杯羹，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分？到店里还遇到了我当年巨喜欢的歌手猪之歌的演唱者香香老师。其实它属于一个社交游戏嘛，能结识到挺多朋友的。回到游戏，相信屏幕前很多的小伙伴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剧本杀，甚至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今天给大家简短的过一遍游戏流程。首先，剧本杀分为实景剧本和非实景剧本，前者你可以理解为参与者都需要换装，同时场地布置也是配合剧本内容，沉浸感较强，效果类似于芒果台的综艺《明星大侦探》。而后者就是我们今天玩的这种，就是一群人坐到一起硬聊。实景本投入成本高，风险也高，所以这期咱们主要就聊非实景本。每个游戏呢必须配置一名 DM， 缩写取自游戏《龙与地下城》，全称是地下城主的意思。当然这并不重要，你只要把它理解为游戏的主持人，帮大家推进游戏进程的人就好。游戏开始后 ，DM 会组织大家选角色，大家选完自己想要的角色之后呢，就要开始读自己的角色剧本。这一读呢就得是10到30分钟。读完剧本之后，大家通过沟通、搜证、互动等行为推进剧情，完成任务。市面上最流行的是推凶本，会有一个小伙伴发现自己是凶手，他的任务呢就是栽赃别人，洗脱自己，而其他人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他给揪出来。每个人剧情不同，也会有很多支线任务，完成每个任务呢都会影响角色最终的结局，这一点跟互动游戏基本一致。很多年轻人玩过之后呢，就爱上了这款游戏。我在狼人杀密室和剧本加一块儿花了钱有2、3万，有点感动到了呗。啊？真的吗？就是我哥呀。这么受市场欢迎，这路子一定很赚钱吧？别急，咱们先从门槛最低的 DM 聊起。组织我们这场游戏的小哥哥转型做剧本杀 DM 刚刚1年，剧本杀的发展让他的收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刚来的时候工资3800，我就类似于狼人杀的主持啊、服务呀这一类。现在收入1个月接近8、9千吧。所以是剧本杀让你收入变高了。确实是。但是如果你觉得 DM 的门槛低到谁都能做，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行还是需要基本功的。你背下来多少个本了？大概背下来多少个？30-40个左右。我带过100多个。而优秀的 DM 呢，也成为了行业的稀缺资源。在我们玩的这家店里，月入过万的 DM 大有人在。剧本杀店的老板可就没有那么舒服了。这家店每月10万的流水，然而成本却高达7万，3万左右的利润呢，还得由多个合伙人瓜分。听完我觉得老板好惨啊。然而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我才真正的发现，店铺成本中，场地、人力、美团保护费这些估计大伙都听烦了。这次说说剧本杀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剧本成本。对于每一位顾客来说，剧本都是一次性用品，因为知道了剧情就没法玩第2次了，所以每家店储备200套不同的剧本是最起码的。平均下来，每套正版剧本的价格大概在400到700之间。很多人会说，淘宝6块9能买一堆呀。支持正版，从我做起。行业内呢，各家剧本杀店的剧本重合度基本能够达到95%以上。片头我们看到的那种装在盒子里的剧本被称为盒装本，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剧本售卖渠道进行购买。大家都有的剧本根本无法形成你这个店的壁垒。如果想买别人买不到的本子，就需要购买呈现本与独家本。呈现本是指所在城市只有几家店可以用这个本子，而独家本是指只有1家可以用这个本子。呈现本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每套，全国卖出去100套的话，那就是20万的。看到这里，聪明的小伙伴们应该发现了，原来卖本子才是最赚钱的呀！因为剧本杀的发展，市场对剧本的需求越来越大。店长告诉我，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很多剧本杀店都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前面剧本杀店照常运营，后面呢也做着剧本发行的买卖。他们家店刚刚发行的呈现本卖出去了120多套，每套的价格呢是2088元。开店算个啥？签个靠谱的本子，几天时间半年房租都赚出来了。那光卖本不就好了？为啥还要开店呢？这里是有门道的。开店的未必要做发行，但是做发行的必须要有一家自己的剧本杀实体店，因为每个剧本写完之后呢，就像软件开发完一样，需要进行测试。每个新剧本至少都要在店里测上3次以上才能最终定稿。那发行的成本又有哪些呢？最主要的就是印刷
成本，每套大概在70到200元左右，一般都在100元左右，剩下的也就是美工和宣发费用了。至于发行的过程，其实就是行内人一个朋友圈而已，可能一夜之间100来套本子就卖出去了，信息差就是这么致命。扣掉了成本之后呢，剧本的纯利润由20%到50%分给作者，能拿多少分成就要看作者的身价了。身价最低的作者其实是拿不到分成的，他们的本子可能几千块钱就被人家给买断了。由此可知，剧本杀写手才是这个行业最容易成为暴发户的人，一年写出几套卖爆的剧本，年入100万不是梦啊。而且这个行业在高速的发展，万一自己写的剧本被人给买走了，改成影视作品，那不就发财了吗？但这行啊依然没有那么好做。首先，目前优质写手多为网文作者，甚至影视编剧，人家底子还是在的。再一个，目前行业版权保护意识比较弱，因为剧本目前被定义为桌游的游戏附件，而不是出版物，所以行业监管尚未健全的今天，行内人对盗版的解决方法还只是口诛笔伐。说了这么多，其实剧本杀赚钱的路子远不止于此。先开剧本杀展会，帮发行商卖剧本，卖剧本的电商平台，把游戏移植到线上的剧本杀 App， 帮你凑齐游戏人数的剧本杀陪玩，甚至剧本杀女仆店，这个行业充满了机会。对比前2期咱们聊的自习室和女仆店，我们发现剧本杀拥有完整的行业上下游，人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机会，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行业生态，这才是好生意该有的样子。如果你真的想尝试通过剧本杀赚钱，我个人建议先从多玩剧本开始，玩多了自然就懂什么样的 DM 是好 DM， 什么样的剧本是好剧本了。对行业越来越了解，跟店里的老板熟络起来，机会其实也就来了。但做实体店的话，其实小王依然还是不建议。这家店的店长是 JY Club 创始团队的成员，有思路有人脉，店里大型比赛常办，各种名人常来。然而这家店依然没有实现可观的盈利，所以这个行业真正的打工人就是实体店老板。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一键3连必发大财。我是你的赚钱路子探测器小王，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